各位好，这里是美东时间12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美联储决议降息一码，川普喊话降息应该加倍；诺贝尔奖得主马查多抵达挪威，惊险出逃的过程曝光；美国新规定，42国免签需要申报5年的社交媒体记录。陈光诚表示，人权律师高志胜令中共恐惧。法轮功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讲述中共跨国镇压迫害法轮功。公共政策专家认为，美国最新的国安战略扭转了对中共的错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三，美联储宣布降息一码，主席鲍威尔谈到说，美联储的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下面我们连线华府记者张亮。张亮你好，对应降息，川普总统他是如何回应的？是否还会继续的降息呢？你好，小天。周三的美联储宣布降息一码，联邦的资金利率呢下调到了3.5%到3.75%，这是美联储的连续3次的降息。那重点还有呢，宣布正式结束量化紧缩，以每个月400美元的额度呢购买短期国债，维持流动性等。那美联储内部的12名投票委员中呢，9人支持此次降息，但有3名成员呢投下了反对票。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和堪萨斯城的联准银行总裁施密德主张按兵不动。相较之下呢，联准会的理事米兰呢则认为应该降息2码，也就是50个基点。美联储呢预测到明年年底呢，美国通膨率放缓呢到了2.4%，官员预期呢2026年只会降1次息，2027年呢还会再降息1次。那川普总统呢周三再次批评主席鲍尔，认为降息幅度呢应该更大。来看他怎么说的。Condi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appear to be gradually cooling, and inflation remains somewhat elevated. In support of our goals, in light of the balance of risks to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0.25 percentage point. We are well positioned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and timing of additional adjustments based on the incoming data, the evolving outlook, and the balance of risks. He did a I would say a rather small number that could have been doubled, at least doubled. And we have to get a mindset that when a country is doing well, you don't want to kill the growth.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They kill the growth. 另外呢，川普总统周三和惠普、IBM、戴尔等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呢举行了圆桌会议，希望呢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从而呢带动整个美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小天。好的，那么周三呢，美国打击毒品贩运集团呢也有新的进展。美军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扣押了一艘油轮。那么我们请问张亮，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油轮？和打击海上毒品走私有关吗？好的，周三下午呢，川普总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刚刚在委内瑞拉海岸呢扣押了一艘大型的油轮，是迄今为止扣押的最大的油轮。随后呢，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发布了美军这次扣押油轮行动的视频。那视频中呢，可以看到一架军用直升机呢，在一艘大型船只上空盘旋，美军士兵呢用绳索降落到了甲板上，穿着制服的士兵呢持枪在船上走动。那邦迪表示呢，多年来这艘油轮呢因参与支持外国恐怖组织的非法石油运输网络，受到美国制裁。那这次与国土安全部的合作呢，继续开展调查，以阻止呢受制裁的石油的运输。那据悉呢，行动中使用的直升机呢，是从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杰尔斯德的福特号上起飞的。那这艘航母呢，是上个月部署到加勒比海地区的。那另外呢，泰国和柬埔寨呢再次的爆发冲突，也引发了关注。那川普总统表示呢，周四呢将再次和两国领导人通话，推进呢停火进程。来看他怎么说的。I think I'll have to make a phone call.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Thailand and Cambodia, one of the 8 that I settled, they've been fighting for a long time.
They've been fight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many, many, many decades. So I think I'm scheduled to speak to them tomorrow and see if I can. It was unfortunate what happened. I mean, I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It got it started a little bit, but we'll see if we can put it out. 泰国军方呢10号表示，袭击了一栋位于两国边境的柬埔寨住宅。那说这次的定点打击行动的目标呢，是要摧毁柬埔寨设置在边境的无人机控制中心。另外呢，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呢周三和川普总统呢进行了电话会议，商讨华府为结束乌俄战争所提出的最新的和平方案。那川普总统表示呢，他和这些领导人在通话中的措辞相当强烈，但他呢拒绝透露细节。他还说，多年来乌克兰都没有举行选举，基辅呢正面临严重的贪腐。小天，好的，感谢张亮在华府的报道，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为了亲自到挪威出席典礼，策划了一场宛如间谍电影般的逃离计划，其中还有美军的协助。来看他出逃的惊险过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11日终于抵达挪威，这是他在逃离祖国后时隔11个月首次公开露面。他开心地在饭店阳台向众人挥手，现场民众还唱起了委内瑞拉的国歌。I am very hopeful Venezuela will be free, and we will turn a country into a beacon of hope. I believe that our experience in Venezuela conveys to the world a testimony that certainly in order to have peace, you require democracy. Democracy is the system that enables peace in a society. But you cannot have democracy without freedom. 马查多所领导的委内瑞拉反对派在2024年选举中以67%的选票获胜，但马杜罗政府却宣称胜选，并进行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与威胁，迫使马查多从1月9日以来隐匿至今。马查多也在电话录音中道歉，自己无法按时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Once again, I want to thank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for this immense recognition to the fight of our people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We feel very emotional and very honored. 至于典礼现场，则是由马查多的女儿安娜代替母亲领奖。This prize carries profound meaning. It reminds the world that democracy is essential to peace. And more than anything, what we Venezuelans can offer the world is the lesson forged through this long and difficult journey, that to have democracy, we must be willing to fight for freedom. 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查多是在周一下午开始他的逃亡行程，当时还隐匿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个郊区。他带着假发便装，经过10个军事检查站，成功没有被逮捕。接着开车大约10个小时来到沿海的渔村，早上搭乘一艘小船，冒险穿过加勒比海，前往古拉索岛。相关团队还表示，船只在出发前就已经通知美军，避免把他们误认为空袭目标。I can confirm that Maria Corina Machado has arrived in Oslo. 马查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是因为他推动委内瑞拉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努力实现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联合国人权官员以及许多独立人权组织也纷纷对委内瑞拉的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追究马杜洛镇压异己的责任。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陈灵芝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10号通过了2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预算的规模超过了9000亿美元，包含为军人加薪4%、重振造船业，以及推动金琼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并且要深化和台湾的国防合作。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院表决，以赶在年底期限前过关。美国总统川普对全球各国苛征的对等关税，不仅为美国带来庞大的财政收入，同时带动全球制造业返回美国。不过呢，对等关税到底合不合法？最高法院最快这个星期就会做出判决。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表示说，就算对等关税被判违法，也有其他的办法来课税。
美国最高法院最快这个星期就会裁决，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合不合法。美国贸易代表葛利尔10号出席大西洋理事会活动时表示，就算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违法，也还有其他方法。You have a lot of familiarity with Section 301, with obviously I've referred to Section 232.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talking about Section 122, which is a balance of payments power, and the courts have even talked about Section 122. I'm under strict instructions from my general counsel not to reveal the backup plan. I'm confident that with other tools we have related to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we can produce the tariff rates we need. 此外，如果最高法院判决违法，也会牵扯到目前已经征收的1400亿美元关税是否要返还。葛利尔表示，这将造成美国财政漏洞，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如此重视。So i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he tariff.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Cour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And Scott, we can do it other ways, but it's slow and it's cumbersome, and it doesn't have the power. It doesn't ha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power that we have. So I hope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川普总统先前表示，如果最高法院推翻关税，美国将承受的损失将高达3亿美元。不过，除了关税收入外，这也将让川普政府所要达到的减少贸易赤字、贸易平衡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愿景受到冲击。新唐人电视林家维、邱春荣综合报道。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暗杀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的嫌犯22岁的泰勒·罗宾逊，周四将首次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涉嫌加重谋杀罪、开枪致人重伤重罪、妨碍司法等多项罪名。罗宾逊被捕以后曾2次出庭，一次是视频，另一次是通话。如果加重谋杀罪成立，他将面临死刑。查理·科克遇刺以后，全国联邦机构将半旗致哀。10月14号，查理32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他的遗孀艾瑞卡表示原谅杀害她丈夫的年轻人。美国政府持续地强化入境审查，最新发布的新规定要求所有享有免签的国家的旅客要申报过去5年的社交媒体记录。另外，使用另外5种签证的旅客也需要将社媒账号设为公开。白宫最新规定，英国、德国、法国、澳洲和日本等42个享有免签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时，需要完成旅游许可电子系统登记，要求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过去5年的社群媒体历史记录和过去10年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直系亲属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这项政策旨在执行川普先前发布的行政令，加强审查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提案将公开征求公众意见60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周3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新的国土安全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领导，并获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多个州与地方执法机构的支持。This task forc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using a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Through a unified framework, the HSTFs serve as a model for protecting the homeland from evolving threats presented by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这个特别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涉入毒品走私、洗钱、武器走私、人口贩运及其他联邦犯罪的跨国犯罪组织。检察官介绍了多起相关执法行动，包括逮捕贩毒集团卡特尔的头目，以及起诉涉嫌以欺诈手段协助哈里斯科新生代卡特尔贩毒集团的嫌犯。检察官表示，犯罪率虽下降，但仍远高于理想水平。New Yorkers want public safety. They want our parks, schools, subways, and streets to be both safe places and places that feel safe for our families, our children, and our visitors. 执法官员同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告国土安全特别工作小组在纽约全面启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克里斯汀娜·科罗纳纽约报道。被誉为中国良心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迫失踪，已经接近8年4个月。2025年国际人权日之际，长期关注他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研究员陈光诚表示，高志胜深知中共的软肋，而且具备挑战体制的能力，因此令中共相当的恐惧。
高志胜多年来为法轮功、基督教、访民等群体维权，并公开呼吁停止镇压，因而遭到吊销律师证、秘密绑架、酷刑迫害。2006年，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之后遭到长期监禁。2017年8月，他在陕西老家再次被带走后，至今生死未卜。陈光诚认为，中共一直对高志胜采取秘密关押，暴露了极度恐惧的心理。第一，共产党知道谁是真正看到了中国制度的弊端，谁是真心想要改变中国这个吃人的邪恶制度。第二，谁是真正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思想，能够推动这样的事情往前走。陈光诚认为，无论是智慧还是远见，高志胜都远远超过中共。从智慧的层面来讲，共产党没办法跟这些人比的。可以说，高志胜如果有自由，如果手里有兵，共产党绝对打不过，能不令中共恐惧吗？早在2005年，高志胜就在访民群体中指出，中国要真正改变，必须先改变制度，而这正是共产党最害怕的。共产党这种邪恶政权一旦失去了暴力机器，一旦让人民有了说话、有了选择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啊。9月1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资深众议院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起高志胜自由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协调战略，以确保被中共和香港当局关押的政治犯获释。陈光诚表示，法案的真正意义是推动美国将来在各个方面，包括与中共做生意，必须考虑人权问题。他期待通过高志胜案的推动，能让西方世界认清并彻底清理共产专制。他呼吁西方社会行动起来。他所危害的绝对不只是中国人，对自由世界、对民主国家都有着非常非常深入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坏性。新唐人记者洪宁、高玉采访报道。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各国聚焦中国的人权议题。欧盟驻华代表团发布了国际人权日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持续恶化，要求中共必须尊重不遣返原则，避免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境外活动，包括跨国镇压。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国际人权日声明，内文提到，过去1年，我们与中共在人权方面的接触仍在持续。新疆局势依然严峻，西藏的人权状况也依然令人担忧。我们再次呼吁中共尊重并保护宗教团体成员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不受干涉。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数十位人员，包括丁元德、高志胜、黄琦、徐娜、萨哈罗夫奖得主伊利哈木土赫提、于文生等，并强调中共必须尊重不遣返原则，并避免任何不符合国际法的域外活动，包括跨国镇压。To immediately stop th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To immediately end the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espionage by the CCP. 这份名单中包含人权律师、牧师及多位法轮功修炼者，其中法轮功修炼者丁元德正是丁乐彬的父亲。丁乐彬表示，他的父亲至今仍在山东省监狱遭受强迫劳动、洗脑及酷刑，唯一的原因是他是一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今年丁乐彬再次来到德国柏林中共使馆前表达抗议。Please, sir, go ahead. Thank you. My name is Ding Lebin, and I'm Chinese. 事实上，中共持续对法轮功进行长达26年的迫害，至今没有停歇，触手更延伸到跨国镇压。丁乐彬指出，今年11月28日，他受邀出席在日内瓦举办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活摘器官过程中被中共代表团打断2次，企图阻止。丁乐彬仍成功完成发表。Has called on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tic nations to recogniz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s genocide and to impose sanction on CCP perpetrators.
丁乐彬表示，父亲被非法关押已2年，为了营救父亲，丁乐彬出席国际人权组织，讲述法轮功真相。今年国际人权日，丁乐彬再次与德国前总理肖兹会面，感谢肖兹协助营救父母。11月柏林自由会议期间，丁乐彬也与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讲述法轮功真相。蔡英文表示，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坚守信仰所展现的勇气和坚定，由衷赞赏。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李晶晶综合报道。周四，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中兴通讯因为涉嫌海外行贿，要向美国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赔偿金。一些指控可以追溯到2018年，甚至更早。消息一出，中兴通讯的股票暴跌。知情人士透露，中兴通讯可能将向美国政府支付超过10亿美元，以解决多年来为获取电信合约涉嫌海外行贿的指控。今年，美国司法部已对中兴通讯展开调查，指控其涉嫌在南美洲和其他地区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这项法案禁止向外国官员支付款项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以获得商业利益。罚款金额可能高达20亿美元，甚至更多，因为中兴通讯涉嫌从腐败合约中获利。周四，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的股票暴跌逾 13%， 其深圳上市的股票也跌至 10% 的跌停板。当天午间，中兴通讯突然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正与美国司法部就有关事项进行沟通，中共声称将批准任何解决方案。此前，中兴通讯在川普总统第1任期内，已因违反出口管制条例向美国当局支付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王艳桥综合报道。从今天开始呢，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第一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将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悉尼的一所私立学校更是宣布说，明年起禁止学校使用智慧型手机。西悉尼地区的大约80所天主教学校以及新南威尔斯州的所有公立学校也开始全面的禁止学生携带手机。那么，澳洲政府和学校为什么要禁止智能手机？对小学生来说，用智能手机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是加拿大卑诗大学医学教育教授山人信奇教授，您好，欢迎您。你好，谢谢。您好，那么首先要请问您澳大利亚政府颁布这项禁令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说，用智能手机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主要有2个原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恶化、霸凌、自残、自杀风险，还有社群过度使用。然后第2点就是希望把权力还给家长，不要所有的管教都变成爸妈对抗演算法还有跨国科技巨头的一个抗争。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呢，就是说社交媒体它其实已经渗透了人们的生活从大人到小孩，几乎人人都是离不开的。那么在您看来，禁令能够起多大的作用？那么现实当中能不能够禁止得了呢？澳洲的 Communication Minister Annika Wells， 她昨天就已经跟媒体宣布，超过20万的 TikTok 用户已经被摘下来了，所以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那也许对澳洲的整个政府体制而言，他们不可能达到100%的管制，但是基本上可以慢慢的恢复学生，就是16岁以下的幼儿他们的身心健康。让所有的小孩完全不能上网，这并不大可能。但是它拉高了门槛，延后第一次大量接触社群的年龄。以加拿大而言，我们在2019年就看到，超过每4个青少年，他就有一位青少年，他是曾经经历过网络霸凌。然后在安大略省，他发现35%的青少年高中生，他们每一天使用社群媒体超过5个小时，这是蛮令人担心的。
马来西亚他决定明年也跟进澳洲，印尼也正在考虑，欧盟也通过了这样子的说法和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世界上各国政府的一个趋势。我们华人呢都非常的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哈，孩子们是沉迷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家长老师都很发愁。那么请问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小孩？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其实在家里应该要设定很清楚的家庭数位公约。在家里跟小孩子好好的去沟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然后在离线的生活尽量让它变成一个家人跟小孩可以做互动的。大人必须要示范，一定要降低这种双标。如果大人老是在看手机，那对小孩而言，这个示范其实是错误的。那善用科技工具，不要只靠这个科技，长期的要跟学校互动，然后跟学校合作，看看学校是不是有发布一些怎么样去使用社群网站、健康的数位管理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公告。那在家里也跟着学校一起执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身为父母。好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析，谢谢。谢谢你。谢谢。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三世界人权日之际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和10多个受中共迫害的组织，在美国国会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以及在美国本土的跨国镇压，受到国会2党人士和多个团体的支持。本台记者史蒂夫·兰斯采访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辛西亚·孙，来看看他的讲述。Cynthia, great to have you in studio. 辛西亚，欢迎你在国会山集会举办这场活动。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我认为，在政府经历停摆后，假期来临前，让国会重新重视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间点。今天也进行了国防授权法案的表决，所以我认为很多事情正汇聚成一股力量，推动人权议题不再被边缘化，而是成为讨论的首选，甚至优先于经济和军事。你怎么看当前中共对宗教迫害的真实状况？我认为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黑洞。我们今天举办这个会议，就是希望能照亮这个黑洞。但中共通过宣传和散播假消息，让这个黑洞越来越深，让人们没办法看清真相。这对于那些只想信仰神、认为信仰无罪的人来说，情况非常严峻。中共甚至连信都不允许做。你们与国会工作人员交谈后，他们有什么反应？非常棒，2党工作人员、国会研究机构的人员、各部门机构的人都来了。看到他们的反应，真的很受鼓舞。我们准备了签名板，上面写着“我们支持中国人权”，结果收到了几十个签名，整块板子签满了各种语言的名字。整个活动非常自由、独立又有创意，让所有人聚在一起，谈论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被当作军事议题或军事目标的附带。如果中共看到这样的集会人数，听到你们传递的讯息，他们一定会看。他们盯着所有敢讲真话的人。他们看到2党议员、各团体的人都来听真相时，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反应？我觉得他们会害怕，而且他们确实应该害怕。就像刚才提到的法轮功保护法，在众议院口头表决中全票通过，在参议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共同提案，所以从国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你知道，一旦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就会自动向前推进，你甚至不需要施加推动。即使中共想阻止骨牌倒下，对很多人来说，事情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人们正在清醒，意识到中共的人权迫害至今仍在持续，而不是什么久远的历史。
我们听到许多报道，在美国本土，中国异议人士被骚扰，甚至美国公民受到中共特工威胁。这种跨国镇压在美国境内有多真实？谁是主要目标？这非常真实，令人震惊。最近，我们对1000多名美国法轮功学员做了调查，我们准备明年初整理成报告。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发现美国48、9个州不同族裔的人都受到来自中领馆和其他势力的骚扰，有些在工作场所受到压力，有些在社区媒体遭到攻击。这是一个全面渗透的体系和全面的打击行动。这也反映出中共现在有多么胆大妄为。很多人可能没听说，中共甚至在美国本土设立警察站，直到大约1年前才在纽约被查出。这只是其中一处，还有其他地方。美国民众对中共的人权迫害缺少哪些理解？你提到的设立警察站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觉得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有多大。从我看到的文件，中领馆监控侨民3代人，就是说，连我的子女、我的孙子女都会被监控。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在美国有上千万华裔，他们只想过正常的生活，但中共让他们感到恐惧。例如在洛杉矶，我的一位 FBI 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洛杉矶街头看到一辆中国警车，就像真警车一样开在路上。这类事情必须制止，因为中共在把美国当成他们的自由地盘。不只是美国，也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如韩国、其他地区、台湾，甚至以色列，中共都在慢慢渗透。谢谢亚孙，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的，在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看到中俄军演以后，美日联合演习出动 B-52轰炸机。很快又到2026年了，祝福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可以守护自己以及家人，也祝福我们自己的国家平安繁荣，台家关系有新的实质进展。Happy New Year to the fans of NTD TV and wish Taiwan and Canada a very prosperous year of 2026. 回来。中共和俄罗斯日前在日本周边进行联合军演。周四，具备核打击能力的美军 B-52轰炸机和日本的 F-35以及 F-15战斗机一同飞越日本海。日本的防卫省发表声明说，通过这次演习，双方重申坚决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川普政府近期出台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扭转了美国以往数十年来对中共的错判。这一战略将对全球的地缘政治以及美中的关系有怎样的影响？本台记者蒂芙尼·迈尔采访了沉默的多数策略公司共同创办人基斯诺顿博士，来听听他的看法。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欢迎你。有人认为，即使与川普第一任期的版本相比，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是一次重大转向。您是怎么看的？您对哪些改变印象最深？我认为这是对美国政治战略的一次大更新，而这早就该发生了。美国的主要利益在西半球，同时在亚洲也有重大利益。中共是对美国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我认为最新的政策转向是很恰当的。您能否就之前的观点再仔细地谈谈，为什么这次特别强调西半球？我认为国安战略强调西半球是明智之举，因为它与美国国内政治紧密相关，人们更倾向于根据国内发生的事情来评价美国总统，而不是关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目前西半球存在重大问题，大量的毒品贩运、非法活动以及走私犯罪。
那些跨国帮派常常得到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地方政府官员的协助，这对美国造成直接伤害。每年有数千甚至数万人因毒品而丧生。美国的确应该非常强有力而积极地处理这些问题。该报告指出，川普总统扭转了美国30多年来的对中共的错判，以为对中共开放市场，促使其遵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这并没有发生。中共变得富有，并利用攫取的财富和增强的实力占了美国的便宜。为应对中共，该报告呼吁美国在关键技术、防务装备上保持主导地位，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与价值观相近的盟友合作。您是如何解读这些内容的？这对美中关系的走向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认为美国与中共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是个巨大错误。很不幸，中共占据了中国，让这个国家腐败、极具侵略性，并毒害世界。因此，在过去20到25年间，美国在与之打交道时本应更加谨慎。这次的战略修正早该进行了。其实，川普在第一任期已做了这样的修正，而拜登也没有偏离方向。他延续了对中关税，维持了强势立场。虽然拜登做的还不够，但至少维持了这一立场。在军事上，该报告呼吁美国在印太地区保持威慑力，以防止战争，并强调美国及盟友有能力吓阻任何夺取台湾的企图。您认为北京将如何回应？在习近平治下的公开回应一般都非常敏感脆弱，只要有一丝批评，中共就会全面反击。以《环球时报》为例，我甚至不确定是否有记者真的在写文章，因为那些回应看上去很像通过电脑程序产生的，直接攻击任何批评中共的人。现实是，如果美国给予台湾足够的防御能力，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并与韩国、日本及澳洲一同维持强大的防范态势，就会令中共退缩，至少让其不敢轻易发动对台湾的侵略。基斯诺顿博士，感谢您的分享。谢谢。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的当晚，缅甸军方空袭了西部的若开邦的一家医院，造成至少34位平民死亡，68人受伤。救援人员透露，现场的情况非常惨烈，伤亡可能还会增加。军政府这次袭击的若开邦由缅甸对抗军政府最强的民族武装组织若开军控制。军政府计划在12月底大选，目前正在加强打击异己。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来，缅甸内战已经持续了超过4年，几千人丧生，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纽约州州长霍楚前副幕僚长孙文和丈夫胡肖因为涉嫌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收受回扣和洗钱一案，周三在纽约南区的联邦法院进入结案陈词阶段。来看记者从法院发回的报道。案件从本周二开始进入最后阶段，法庭内连续2天座无虚席，多家媒体都持续在现场追踪。检察官所罗门完成结案陈词，他形容此案件是一个关于贪婪与背叛的故事。而孙文是一项庞大的中国影响力行动的核心人物。这项行动在没有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申报的情况下运作，涉及对纽约州府事务的干预。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延续周二的结案陈词。周三开庭时，检方先说明剩下的5项指控，随后由孙文和胡肖的辩方律师进行陈述。检方列出核心3大指控：一、孙文身为州府高阶官员，秘密充当中共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二、利用公职影响力，使丈夫胡肖从中国相关金流中获利；三、疫情期间操控合同回扣，并大规模逃漏税。检方更向陪审团展示孙文手机壳上面写着 "Get Rich, Good Luck"， 象征他以金钱为核心动机。轮到辩方陈述时，他们强调孙文不是中共间谍，检方的故事像电影剧情一样夸张，他的行为最多是政治人物常见的判断失误，不是犯罪。孙文与胡肖目前面临包括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洗钱共谋、银行诈骗、签证诈欺及串谋危害美国等多项重罪指控。
陪审团将于周四开始闭门审议。试图把检方指控的非法外国代理人重新定义为职务上的判断失误，不过检方完全不同意，认为这些都不是犯错，而是有系统的利益往来与政治交换。最快陪审团周五就会开始进入判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上镜纽约报道。好，感谢夏文月的报道。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看到。美国参议院周四表决是否延长奥巴马医改补助。周四，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对平价医疗法案进行表决，不过两方提案目前都难以到达60票门槛。川普总统提倡把钱发给人民，让人民自己去买医疗保险，与共和党人的想法相同。参院预计周四表决是否延长即将到期的平权医疗法案，也就是奥巴马健保。共和党反对延长，主张直接把现金发给符合资格的参保人，存入健康储蓄账户。The proposal we'll put out there will bring insurance premiums down. It will be fiscally responsible, and it'll get us away from the practice of giving the money all to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put it back in the hands of the patients. 民主党主张再延长3年。So, with just days left on the clock, the clearest, cleanest, easiest, and best path left is to build what Democrats are proposing. A clean extension of current tax credits. That's it. No poison pills, no gimmicks, just relief. 发放的补贴费用累计高达几十亿美元，大约影响2400万人。川普总统周二强调，希望把这笔钱直接给人民，让他们自己去购买医疗保险，而不是付给保险公司。I love the idea of money going directly to the people, not to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going directly to the people. It can be in the health savings account. It can be a number of different ways. And the people go out and buy their own insurance, which can be really much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health care. 川普还表示，民主党推出的奥巴马健保让保险公司致富，许多保险公司的股价在短时间内上涨了17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琪、江迪亚综合报道。中国的药店数量原本持续的增长，但是由于医保改革、电商又低价的竞争，大半的药店都经营亏损。当局又开始取缔药师挂证，引发了大型连锁药店和个体药店的大规模倒闭潮。业者估计，未来3到5成的药店将被淘汰，至少20万家的药店会关门。公开资料显示，中国5大上市连锁药店益丰、大森林、老百姓、健之家数裕平民，截至2025年9月，总计已经关店上千家门市。最近，山东、广西、广东多地知名连锁药局申请破产或注销部分门市，其中曾在山东经营超过700家药店的青岛医保成药品连锁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华润旗下的连锁药房青岛众生50家门市也已经注销。注销的不仅是连锁企业的药店，还有许多个体药店也是如此。濒临倒闭的哈尔滨药店老板张女士透露，医保改革后药价很低，利润大幅下降。我家这个店是在一个老小区，我接触的顾客不是很有条件那样的人，带人挂了都少一半，一天平均1600左右，毛利20%几呀。之前雇了一个人不挣钱。黑龙江药店老板王女士表示，全国每年药店数量持续增长，早已饱和，想要存活只能转型，例如卖毛利高的健保品，结合中医馆、理疗等。现在药店的淘汰赛正在进行中，电商的价格卖的比我们进价都便宜，很多的药店对门关门，70万家药店能留下来45万家，那都是最多。我们这些老医药人就业行是非常难的，没有年龄优势，而且还没有其他的技能。截至2025年6月，中国有84万名的执业药师，人数充足，但挂证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为节省成本，药店不想花高薪聘请全职药师，只想支付较低的挂证费。药企高管李先生表示，当局严查执业药师在职在岗，否则取消医保协议，以及不让卖处方药。哈尔滨和黑龙江相继注销了351名和50名的执业药师，被注销的原因都是挂证。药店的执业药师在职在岗已经开始渐渐推行了，有些地区现在查冒烟了。现在是个淘汰赛阶段，竞争是残酷的。未来药店的保守倒闭的数据一定会倒闭20到40万家，这个时间也许会过渡个3到5年，要不然咱们药店真没法干。
新唐人记者熊斌、彭新宇采访报道。美国杂志《福布斯》10号公布2025年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女性，今年依旧是由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荣登第1名，第2名则是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上榜就拿下第3名。64岁的高市是日本史上第1位女性首相。福布斯指出，她的施政决定不仅将左右日本国内方向，也将塑造东亚权力平衡及全球制造业稳定。而她的领导风格和决断能力将成为她高居榜首第3的主要原因。下面是一组环球财经简讯。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周3表示，公司将在印度投资175亿美元，将是其在亚洲最大的投资。这项为期4年的投资计划将于2026年开始，并将使微软在印度拥有最大的云计算业务。加密货币周4大幅下跌，比特币跌破9万美元大关，再次释出市场动荡的信号。原因是市场重燃对人工智能获利能力的担忧，进而拖累了科技股的表现。比特币下跌2.5%，以太币大跌4.3%。由于记忆体价格暴涨，导致任天堂股价自12月以来几乎连日下跌，周3甚至一度跌至5月来新低，市值累计减少140亿美元。任天堂 Switch 2的12G 随机存储记忆体本季价格上涨41%， NAND 存储芯片价格也上涨8%，压缩了公司利润，并抑制消费需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杰森综合报道。好的，广告过后，我们将带您看到神韵即将开演，大纽约早鸟票优惠至12月31号。享誉世界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开启2026年全球巡回演出之旅。在1年1度欢庆圣诞和新年的佳节时刻，大纽约地区特别推出了早鸟票的优惠，回馈热切期待神韵的观众。美国神韵艺术团2026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季，12月18号将在法国拉开帷幕。目前正值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之际，大纽约都会区包括纽约市、新泽西州以及康州部分地区，将在2026年的3月至5月迎来至少33场神韵演出。热爆了，就是爆满到已经爆到2027年已经开始在售票了，就是彻底的供不应求，所以我们这边还有机会，希望大家珍惜。神韵每年以一套全新的节目制作，给全球的观众带来惊喜。仅在过去1年，神韵在世界5大洲、24个国家、近200个城市带来了约800场演出，现场观众超过100万人，多地刮起了神韵热潮。全球各地的名流精英纷至沓来，为神韵纯善纯美的风采所倾倒，赞不绝口。2025年，神韵在大纽约地区缔造了超过30场演出，场场爆满的记录。其中，在纽约林肯中心的18场演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神韵被誉为一生必看的演出。梅拉乌表示，每年神韵演出都是圣诞季、新年佳节馈赠亲友的首选礼物。节日期间，神韵是最好的礼物，因为你给的是一个人生难得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人生经验，能够给人一生的回忆，这是非常珍贵的，没有更好的礼物。大纽约地区的观众12月31号之前购票，即可享受早鸟票的优惠待遇。观众可以访问神韵官网或拨打热线电话查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纽约采访报道。美国加州的阿卡迪纳今年的1月份遭遇到大火，日前当地有100年历史的圣诞树大道重新亮起了灯光，为重建社区注入希望。倒数
属声落下，在欢呼声中，阿塔迪纳圣诞树大道153棵高大的雪松，点缀的2万多颗灯泡瞬间亮起，串成一道长达1英里的光廊。这条圣诞树大道已经有105年的历史，在1月1顿大火后首次恢复点灯。You know, I think Altadena has always been an incredible community even before the disaster. So it's easy to say it was always great, but I think this year it's extra special. Well, it's been really hard. Like, we do have good days, bad days, but for the most part, our community is here for us, and we're all, we all stuck together. 在节庆步道旁，今年特别设置了一棵纪念树，许多居民在留言板上写下对罹难者的思念以及对未来的盼望。We hope that next year we can walk from our home to this location instead of driving here to experience this beautiful event. 随着圣诞树大道亮起，阿塔迪纳正式进入节庆季，熟悉的街景重新回到了眼前。对居民而言，这是家园浴火重生的象征。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